哎，小伙伴们，能听见吗？还在调这个位置啊，大家稍等。好，好像今天稍微晚了一点点，所以大家久等。好，今天咱们还是到3:45左右。这沙发为什么老是不在，不是正的呢？看起来只能这样了，好吧？我看看一切都妥当没有啊？有没有在正常的状态中？没问题，那咱们开始。哎，中午好，中午好，跟大家得说中午好，因为我这儿是2点半，大家那儿是1点半。没买新的皮肤衣，这件是2018年柏林马拉松，看他没有写年份了，2018年柏林马拉松的皮肤衣，不舍得穿这件儿，因为这件儿就这么一件儿，而且这件儿没帽子。哎，今天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我们每次训练都把东西堆在那儿都没事儿，而且其实这边像自行车上你搁把伞，像自行车的车灯这些都是直接就插拔的，也没人拿。就是那个转盘那儿，那儿有大概2、3个流浪汉，就是 homeless 无家可归的人。今天实在太冷了，今天那风呼呼的，我估计可能他们扛不住了，谁给我拿走了？他那个我们每次集合那儿不是有那个铁栅栏吗？我把那皮肤一系那铁栅栏上了还。然后后藤先生那个搁在路边跟他的水壶搁一起，可能他们就没拿，不敢拿。今天跟大家伙聊聊这6场比赛的事儿，因为是这样，我有特别清晰的记忆，就是纽约马拉松之前，好多事儿，因为我在节目里也老说，好多国外的马拉松其实好多事儿需要自己去做，不像这边就都给你一下办好了。比方说你自己定这个去终点、去起点的大巴呀等等，那时候好多疑问，因为也没参加过，网上分享的呢其实特少，然后老想去问人，也不知道怎么问，所以呢，大家有想冲星的，今天我们主要解答冲星的这个问题，每一场的问题，报名啊有什么注意的呀，有什么特点呀等等，还有什么疑问，比方说像波士顿，我到了波士顿比赛前第2天我才知道。那个包要存在起点之前，就是坐大巴之前，到起点那儿是没有包的，这些原来我也都不知道。跟大家分享分享，也可以解答大家的问题。减肥以后脑袋还大，这个没办法，人的脸型不一样，就是我家属的脸型就跟我不一样，我是这种，我多胖的时候我也脸也不太显，人跟人不一样，没关系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都是好的。中午好，中午好，这是用软件虚化的吗？不是，现在推流的这台电脑是一台 M2的 MacBook Air，是家属的，然后连的是它的 iPhone 13 Pro。现在 Mac 的系统用 iPhone 的摄像头的话是可以选的，有背景虚化，有摄影棚灯光，然后甚至还可以有人物居中，就是自动居中，就比方我这样的屏幕就动了，但是我没开，所以这是 iPhone 的人像模式，而且是13 Pro 的模式。呃，
第一个问题来了啊，有什么芝加哥马拉松中签的方法吗？芝加哥我好像听频道里的小伙伴说，直通的成绩要求很低，相对于另外的几场。中签的方法就是您只能去抽签报名，就是它都是一样的，它都是一样，除非您是芝加哥市民，一般这种比赛都有对市民的另外一个报名通道。您要是就是 overseas 的，就是叫什么海外报名的话，就只能凭运气。但是芝加哥相对容易一点。然后是中午吃了啥？今天中午去了大丸百货，就是新斋桥金的那个大丸百货，吃了个炸猪排饭。今天早上那30公里有点累。对，这件衣服还行，这件衣服稍微大了一点，我现在穿，而且有点薄。这件衣服都是盛装出席，对呀。这辈子不能出国了，这还不一定。人的一生很长，兄弟，不用想太多。泡沫轴好还是歇会儿好？我觉得吧，歇会儿挺好的。反正我现在就是歇会儿。今年东京马拉松会参加吗？今年东京不参加，今年跑大阪。明年有2场目标赛事，明年1月28号的大阪半马和2月25号的大阪全马。东京没抽上签儿。大阪我就是这种市民报名，就是提前一天。市民是他所谓的市民就是居民，不是就是你住在这儿长期居住就可以。然后那个等于就是你等于有一个地址，有一个固定的地址，然后成绩在3小时10分以内就可以直通。等下再来遛狗，外边没流量，客气啊。怎么报名的？怎么报名的？就是他官网啊。咱们先说说这个报名的事儿啊。大家老问怎么报名，其实这样，您如果有条件打开 Google，没有条件打开百度，您就搜这几个马拉松大满贯的官网。如果您怕搜到一个假的钓鱼的官网呢，您去雅培的6大满贯的官网。那个要是再被钓鱼呢，我也不好说了。然后你找到这几个官方网站，它都有什么时候开始比赛，什么时候开始报名，报名通道有多少，都有英文版。嗯，像美国3场都是英文版，不说了吧。然后伦敦肯定是英文版，然后柏林呢，默认是德语的版本，也有英文的版本。然后东京也是有英文版本，有的比赛甚至日本的好多比赛都有简体中文的版本。早上去迪卡侬买了2件皮肤衣，我也买了，我那个亚马逊了一件，22号、23号能送到，是买了件 Asics 的。北京今儿天不错，不错是好，不错就好。另一件179打折99，我这次下血本了，我这次买了一件8000多日元的皮肤衣，400多块钱呢。就是大满贯这6场，其实报名挺简单的，就是它官网写的特别清楚，而且基本上都提前很久就报名。东京都已经结束了，抽签都已经结束了，然后波士顿也结束了，明年的波士顿一般是好像9月份吧，然后芝加哥、柏林和纽约还有伦敦这几个现在具体的时间我背不下来，不过都是很早就可以报名。然后抽签儿就都是正常抽签儿。像我们在中国人能直通的，应该只有柏林和芝加哥这2个成绩是全世界都认的。柏林是男子，我这个年龄组是2小时45，芝加哥好像比这还简单一些。然后其他的像东京，其实理论上也能直通，好像是2小时32之前，然后排名前100名，就是比2小时32快的前100个人好像可以直通，那个不太现实。然后，其他的都是就没有直通的条件的，像伦敦也能直通，但是它也是针对市民直通，它是这样的。我是如何从345提升到310的？我就用了1年，从345提升到了302。那一年唯一的变化，第一个是在新加坡那边开始在新加坡工作那段时间，就心情也不是特压抑，然后跑的就多了一些，但是最多1个月也就不到300公里。单次的跑量从5公里变到了8到12公里，然后比较热就没有了，然后控制饮食了。那一年瘦了不少，那一年从120斤左右，118斤瘦到了108斤。
这是2018年的，看不清吧？这儿有一个特别小的字儿，2018柏林马拉松，它每年好像都是这款，都是差不多这款式，阿迪的嘛。半马大概跑到多少比赛可以全部直通？这我还真不知道。半马好多比赛不用抽签儿，或者说只能抽签儿。像这次大阪半马，你要去 A 组的话，要1小时20。而且我到现在心里也挺忐忑的，因为给组委会打了个电话，跟日本人用蹩脚的英文沟通了一下，然后他帮我，他看到了我，我跟他说我有成绩，他说是哪儿，我说是那个东京半马，他知道，然后他说我给了他我东京半马的号，他说他会去查，反正这就是当时的对话，不知道行不行。像大阪半马这种比赛都是先到先得的，不抽签儿。但是出国跑半马我不建议，半马就在本地跑一跑就可以了，或者最多就在周边城市跑一跑。10公里的比赛就闷头冲，兄弟就闷头冲，什么都别想。有机会再分享饭菜，看你有些菜都不认识，我没懂您什么意思。柏林12月6号出签，对，柏林其实是相对容易的，就是柏林中签率相对高，而且呢它便宜。就是柏林官网每年有100多欧一位的慈善名额，但是那得抢，拼手速。之后呢，你就是买那个旅游的那种旅行社的名额，也不过可能就是2、3千纯名额人民币，你就去了，就是纯名额，你其他您都自己解决。国内首马为了冲成绩应该选择哪个？为了冲成绩选北京或者无锡，或者好像衡水湖也不错。就是您得选这个起跑的时候很宽，这种赛道，然后比较平就行了。终于赶上直播了，感谢您啊！为何跑步老是乐着？是这样，跟大家解释一下乐这事儿。就是我跑步的时候是这样的，就是你说乐也是吧，你说再增加进气量也是吧，但是会有想就是要鼓励自己主动的去乐的一个心理的暗示，你这样的话会稍微轻松一些，认真的。以后尝试一下阿迪达斯是这样的，去年的北马礼拜天比赛，那周的礼拜二，阿迪达斯给我打电话说，就是你们看到那天好多穿了一身粉，然后穿了阿迪那双鞋，前面那些就是在我周围冲线的人，对吧？都是这么来的，就是可以白给一身。您不需要承诺成绩，只需要承诺比赛那天穿着它。但是都礼拜二了，兄弟们，礼拜天就比赛了，我一次都没穿过阿迪的鞋，就是从那个碳板之前、碳板之后，我最后一双阿迪的鞋是那个阿迪 Zero 的 Boost，那所以说我不敢穿呀，我就拒绝了，因为说实话，就是虽然我不富，但是我也没想不，就是它是个便宜，但是我没占，说白了就是。然后之后呢，去年的时候，阿迪有个小伙伴，有个不知道是阿迪的人还是公关公司的，就是他们的运营的人加了我微信，聊2句，然后就没有下文了，就这么回事儿。但是我侧面的问过大河原先生，因为他是这方面相关的从业人员，我说阿迪、ASICS 还是 Nike 的鞋怎么选？我也有一些那个自己的判断，就是 ASICS 我应该不会选，就是挺贵的，ASICS 旗舰款也1000多，也挺贵的，就是原价。回来跑二环什么速度？是这样啊，跑二环这事儿，我还是觉得我们不要搞大规模，咱们跑故宫可以，二环不安全呀。我再想想，好吗？现在半马117以700的跑量沉淀2年，大神，半马117真的是几乎就相当于全马240的那种水平了，就是业余的精英中的精英了。冬天冷怎么穿上衣？我冬天北京零下20度最冷的时候，大概怎么穿呢？就是一件皮肤衣，里边呢是2层，一件贴身的，然后一件那种就普通的那种，那怎么形容？就跟就那种 Nike 的那种
那种软布的衣服，然后呢戴手闷子，手闷子里还得戴一个叫什么手套？魔术手套，这又暴露年龄了。刚有弹性手套的时候，我们管那叫魔术手套，不知道南方小伙伴是不是？然后这魔术手套跟手闷子中间呢，搁那个暖宝宝那种暖袋、暖手袋，然后再穿，有的时候穿一小马甲，有的时候不穿，然后穿那种带环状腰包的压缩裤，这一圈前后塞上暖宝宝，就暖手袋，就这么穿。最冷的时候，每次完成阶段性目标我会验跑吗？不会。每次完成阶段性目标以后，是最想跑步的时候，就是真心的，就是跑完东京、跑完波士顿、跑完北京这段时间是最想跑步的时候。比赛之前是最不想跑步的时候。东京和大阪两场马拉松在天气与赛道上哪一个较容易 PB？东京，东京天气两个差不多，就差一周，而且虽然日本也是一个南北走向的国家，但是其实除了你到了九州那边或者到了冲绳有很明显变暖，或者到了极北的北海道，其他都差不多。你们看那年东京的奥运会也是在北海道的一个城市比的，那热的都热出天际了，是吧？今年我是观赛了大阪马拉松和参加了东京马拉松，都是个位数到将10位数的气温。赛道上呢各有优缺点，东京马拉松是180度的折返相对多一些，但是呢优点是起跑很宽，而且起跑一开始一直到歌舞伎町那块儿，就前5公里几乎都是下坡，特别带劲。然后之后没有上坡，冲刺那块儿也挺宽。也因为他已经吸取了教训，以前东京马拉松我参加第1届东京马拉松的终点是在领装备那儿，在台场要过那好几次那跨海的桥，跨大河的桥，这次也没有了，只有一个桥。大阪的问题是折返没有那么多，但是也有180度的折返，但是它最后是上坡，我不是那次跑了一次嘛，就那条大路那坡说实话啊。没有助力的小的折叠自行车，就我那种小自行车，我都蹬不动，得推着。那个坡太可怕了，而且是35公里。第2次新冠3天，想到要停跑的焦虑，这没办法呀。这个客观情况，我第1次新冠停了7天，到现在还没有第2次，没事儿。体重51公斤，那您更是大神了，就是刚才说的那位，半马117，半马117，那应该是男子运动员，体重51公斤，真的是大神了。这个就是好多日本男子运动员能到97、8斤，那其实我有时候就说他其实跟身材有关系，就我这种身材是瘦不到100斤以内的，绝对不可能，身材有关系，不太适合做这个运动。跑步时听歌吗？听歌。我现在听好多那个就是原唱是日文的，就是我们就是翻唱填过词的那种歌的原版歌，还有听那小时候看的日本动画片的主题曲。故宫要跑故宫的话，那就5分，要是有小伙伴一起的话，要是都挺快的小伙伴，那就4分吧。奥森肯定也去啊，奥森去约见一次马老师嘛，对吧？Strava 是不是不能直接同步高驰？这我说过一次啊，就是您可以在高驰的 APP 里好好找一找。中间层不是抓绒的，我不穿着，我觉得那特烧得慌，人跟人习惯不一样吧。对，那菲比特那压缩裤不错，挺舒服。今儿早上也穿的它。出国比赛时差怎么调整？日本不用调整，然后欧洲的话其实也不用调整，因为你占便宜。就是欧洲，你看，比方说去柏林或者去伦敦，就大几个小时，6到9个小时差不多的感觉，具体细节我记不住了，就不调，就是大概半夜12点就醒了，然后呢下午4点就睡了。就完事儿了。因为我这2次去比赛都是先比赛后玩，伦敦我没玩，我就直接去比完赛我就回来了。柏林是跟家属一块儿去的，完了以后玩了2天，也不用太调。美国的话呢，就只能调一半了，就调到跟欧洲那样一样，就是半夜大概2点多就睡不着了就醒，就完事儿了。
确实没法调，提前调时差这事儿很难的，因为人你跟着日出日落有这个节律的，做不到，挺难的，真挺难的。就我不没有这个固定的上班时间，我都做不到。现在月300训练半年了，有机会破3吗？有机会，在明年有机会。对，日本整体气候都差不多。我24伦敦首马跑完24柏林是什么意思？哦，24年对吧？啊，那那好像咱俩一样，我也是18年跑的伦敦和柏林2场，就是同一年。这个就是这六大满贯的时间是这样：东京是2月，波士顿是4月，然后伦敦也是4月，剩下的就都是年底。也就是说呢，您怎么着得分几次，就是东京可能是2月底3月初，就是跑完东京再跑一个波士顿或者跑一个伦敦是差不多有机会。然后剩下那几场呢，您要是有钱有闲，像美国的2场就是芝加哥和纽约，你可以就去一趟，它就差1个月。芝加哥是11假期，纽约是差不多11月初，因为美国一般就是你拿10年的 B1 B2签证入境，基本上都给你一次半年，你就自驾游呗，租辆车，然后从东海岸开到西海岸玩一圈，对吧？拉斯维加斯玩一圈，然后去看看这个西海岸的这种感觉，然后把车在那儿还了，然后飞回东海岸比赛，比完赛就跑完纽约，然后回家，是不是也挺好？你要是再有点闲呢，那可以，但是柏林和芝加哥离得有点近，这个时间不合适。对，柏林不合适，柏林在芝加哥和柏林完了马上就是芝加哥，或者说这2个前后脚。中午好，中午好，感谢大家。有的人越跑越瘦，我跑着跑着肌肉大了，不会的，您那都是错觉，相信我，肌肉大了说明脂肪少了。所有人都是跑着跑着都会越跑越瘦的，只要您是叫什么，长跑，咱们用老词儿说就是长跑。全马补给策略说好多次了，我的策略就是8公里一个胶，10公里一个盐。盐这事儿呢，过了30公里呢，我吃盐不吃那种胶囊的，都是骗剂，就是能含就是吞服的。但是呢，到30公里之后，我可能嘴里含一个，含舌头底下，就那种特苦涩那种感觉。跑多了大腿根小腹疼不会，这个每个人可能有点薄弱，有拉伤。直播时间目前是规律的，今天是第3次，都是周六啊，不对，今天是第3次，第1次是周日下午1点半，之后这2次都是周六下午1点半。我争取就是周末有时间都搞一次。感觉这衣服我这么坐着显得特别的皱，大家见谅啊。对，我没本儿啊，我不喜欢车，从小不喜欢车，就不太喜欢烧油的发动机的东西，我喜欢机械的东西，我喜欢自行车，什么自行车啊、滑板呀、旱冰鞋呀，这些我喜欢这些东西。包括我是女粉，不，女性观众，祝您和家人健康平安，感谢您。在加跑量的阶段，有试过睡觉的时候小腿内侧抽筋吗？有啊，有啊。不加跑量的时候，有时候疲劳了也会，正常现象。目前10公里45分钟，5公里21分钟。目前成绩，明年4月底半马比赛该怎么准备？我觉得跑进1小时40没问题，就正常跑就行了。半马在1小时40，就是你要冲击1小时40的话，不用太刻意训练，就跑就行了。进1小时30，起码说实话1小时27，那个时候我都没有很刻意的训练，想再往前就要进一步了。跑6大20万下得来吗？跟大家算算账啊。柏林当时是报名100多欧，然后那时候机票比现在便宜，主要，柏林可能花了，机票我们2个人去的，往返可能是得1万多。柏林那边住1天人民币的话大概300-500，
吃不贵。那你要是住那个，一般在外边我都住公寓式酒店，你要是有超市可以自己做的话，你买超市的意面也好啊，火腿也好，红酒什么的都便宜的很。出去吃一顿的话，13、14欧一个主菜，就是你就吃饱了。一杯啤酒大概是几欧的样子，在德国喝点啤酒嘛，对不对？德国还行，日本的话现在很便宜，日本来往飞，你从北京飞往返一个人好像就2000多。然后住的话，这边现在好点的话，就中档的话，在东京得上千一晚，差不多点的话400-500一晚也住下来了。然后，嗯、伦敦不便宜，伦敦我自己去的，去了4天，全算上还花了得有2万多。美国的话，我第一次去纽约的时候很便宜，纽约跟芝加哥的时候都很便宜，那时候真的就感觉跟日本差不多。那时候坐美联航的飞机往返纽约，我一个人好像才4000块钱不到。然后我从纽约回来，我还升舱了，多加了100刀，就99刀，升到叫优选经济舱了。那天特累还。现在太贵了。那时候第一次去纽约的时候，在一家那个 deli， 就是在一家熟食店吃那个早餐，一大盘烤土豆、牛肉、鸡蛋，酱都随便，大概6刀。同一家店，这次这次波士顿之后去纽约，已经变成14刀了，3倍，将近3倍，一顿早饭，就是现在太贵了。所以现在我觉得20万下不来。那时候刚开始跑步的时候，2015年刚开始有中国人跑6大，好多旅行社就是说20万包你1年跑完，就带着你马拉松式的跑步。航马延期了，为什么延期？大河原先生慢跑配速多少？大概5分半以外吧，我感觉。休息日可以不休息改成慢跑吗？可以，但是不要太长。赛前减碳水状态明显变差，正常。就是我多补充一句啊，就是赛前碳水超补这事儿，如果您从来没控制过碳水，就是正常的中式饮食的家庭，您一定不要第一次就断掉，你受不了的。就是那天我看了一个文章说的特别对，运动员的饮食大多是相同的，就是早餐吃碳水，然后呢白天就是优质的蛋白质，然后脂肪主要来自于橄榄油和坚果这种或者鱼。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。就是中式的饮食碳水比例太高了，真的太高了，这个我真的要呼吁一下。就是大家看到各国都有居民膳食指南，但是那其实都是和饮食习惯妥协之后的产物。这日本的居民膳食也有这个饮食指南，它跟美国的就完全不一样，跟中国的也不一样。就像朝鲜还说要喝泡菜汤呢，补充维生素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的膳食指南上不可能说让中国人喝泡菜汤，对不对？它都是一个妥协的产物。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在日常饮食中，中餐饮食传统家庭真的是太高了。你正常的爸妈给你盛的一碗米饭够一天的，真心的。如果您跑马拉松，相信我，把碳水稍微的压一压，稍微压一压。我那已经发出了那个 Stride， 这第2个 Stride 从美国发的货，估计过几天能到。半马150，全马怎么计划？全马430吧。我全马1小时51的时候，勉勉强强430。首马4小时，花1年时间破3，可能吗？很难，很难。但是因为您首马4小时，你是做不到1个月320公里以上的跑量的，跑着跑你就受伤了，而且你那个配速也实现不了。你要6分多的，比方说你6分的配速跑300公里，你算算时间，你要比4分的多30%的时间，很多人没有那么多时间的。我觉得马拉松这事儿是循序渐进的过程，破3的话3年左右比较靠谱。能讲讲北京铁三游泳提高的过程吗？就看视频，学这个那时候开始学自由泳，怎么开始练，怎么换气。当然我因为有跑步基础，我可能核心力量还行。然后呢，一开始根本就游不动，游10米就呼哧带喘的，因为你打腿什么的都不行。后来慢慢找着感觉了，然后后来还练2次腿，我那个是2次腿游下来的。人不是说2次腿游长距离吗？那时候最长自由泳能游4000米，
在泳池里一口气，我都不知道航马延期的事儿，为什么我一次都没参加和，哎呦，踢着摄像头了，抱歉啊，我一次都没报名和参加过杭州马拉松，因为我觉得他要体检这事儿特别麻烦，我就有什么说什么，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必要。对，没减过碳的第一次千万不要。对，日本碳水更高，所以日本人其实现在在大街上，如果大家来玩，可以仔细观察，日本人分为3种人，就你看体态体型就能看出来。第一种瘦瘦小小的，这种就是传统意义上我们概念中的日本人，就是吃日本传统饮食，就是高碳水、低蛋白、低油脂这种。其实它总热量很低的，它就是高碳水的饮食，没有油很少，然后蛋白质也很少。而且这种人，你们多半看他的脚会内八，因为这种一般传统家庭更多，他就是贵字的更多，就是在家里榻榻米的更多。还有一种人就是我们现在在国内大街上看到的很多的，就是相对健康一点的年轻人，就是所谓的偏西式饮食，蛋白质多一些，就看着比较的正常，也不能说正常吧，就符合现在大众审美。还有一种就是练块儿的，练块儿的全世界都一样，他们不管在哪国吃的都一样。中餐的饮食碳水真的太高了。那这个说着说着就跑题了啊，咱们今天聊这个大满贯或者说国外赛事的，大家有什么对出国参赛、报名啊、行程啊，到比赛的过程，还有赛前的这个过程有什么想了解的，可以多跟我交流一下。社区医院测一下心电图就可以了。啊，不是，主要我其实我做事儿是看，就我不看就我不看真正它给我造成什么影响，我是一个看什么呢？看性质的。对，我是一个看性质的。我觉得这个体检没有必要，那我就不去。我并没有说它好与不好，只是我不喜欢而已。嗯，对，现在国内肉蛋牛奶多了，现在主要是副食吃的多了，然后能量高了。如果您还是碳水那么高的话，你也不行啊，对吧？为什么现在人越来越胖呢？就是这个原因。你看，我老在节目里说，你们像北方人可能看90年代电视剧，我印象比较深的，你看编辑部的故事，或者你看我爱我家里那些演员，在那时候呢都不少挣了，很有钱的，然后也是顿顿挺能造的。就后来看他们那采访，但是真瘦啊，那是说明那物质生活没有现在丰富，那是真瘦啊，对吧？现在看感觉那瘦的都有点病态的瘦。回头那个我出一个怎么弄，我看最近 B 站有一个什么什么课程类的视频，我出一个怎么弄视频的这个事儿，也好多人都知道怎么弄。就这事儿是这样，您多利用搜索，比问我快得多。我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您别介意。嗯，从我视频有了以后，问我这个事儿的小伙伴们，现在分为2种人。第一种人问完我一句以后，我可能没回，第2个礼拜人家就自己弄了一个视频，就是这样的。还有一类小伙伴呢，去年这时候问了我，今年这时候还在问我就是还是得想办法。为什么开今天这个话题呢？就是这6场比赛或者出国参赛，会有好多没有人跟您分享心得和经历的这个事儿，所以想跟大家聊聊这个。伦敦报名啊，伦敦报名，我那年买的名额是花了2万2，纯名额，什么都不带，人民币。现在可能应该也差不多。这大满贯抽签哪个中签率最高？柏林和芝加哥吧，应该是。明年柏林50周年，呃，明年我看我有点看不清，开头被挡住了，我跟家属说一声，开头被挡住了。
国外比赛补给跟国内有什么区别？国外比赛都差不多，但是现在大部分都是能饮料和水每2.5公里都给，并不像以前一样，就是2.5公里只有水，5公里才有饮料了。啊，对，东京马拉松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，我都跑完了才知道，就是他那饮料站上面有数。就是比方说啊，到5公里了，有一排饮料站，对吧？每个桌子上或者每2个桌子上面有一牌子，写着，比方说1、2、3、4、5、6。我琢磨这什么意思呀？没琢磨明白，是他们内部管理用吗？后来我才知道，我没有很认真读运动员手册，是你那个号码几开头的，就建议您去哪个桌子拿。哎呦，这太可怕，根本就反应不过来。你正常比赛中，你也不用在意这个。明年柏林50周年这个事儿，是不是已经报名结束了？对，应该报名结束了。是不是牛马波尔多最难跑，波士顿次之？波士顿难跑，纽约马拉松那个坡啊，你有心理预期，因为你看到前面一个立交桥了，那它就是个坡，而且没有那么陡。波士顿的坡其实没有心理预期，就是你不知道上到哪儿，也不知道要下到哪儿。而且最难的是波士顿的赛道就是一条大直道，就像我们开高速那种，你不能一条直道一直开，你得有个拐弯啊，就心里会有疲劳。在早上吃碳水就行，在早上碳水不用控制，中午少一半，晚上不主动吃，吃正常的菜，我觉得就挺好。我现在就这样。我看您30公里的训练非常少，是非常少，这点我做的不好。35公里之后不掉速，就是我跑的多了。这个35公里之后掉不掉速，您要说完全和长距离训练没有关系吗？也不是，但是呢，它也可以用其他手段去弥补。就是我一个月跑400-500公里，像今天这种30公里，我跑完，说实话，这个配速跑完就跟没跑差不太多，就怎么着都行。最后带他们24-25公里的时候，我还冲了冲刺，然后说了说话。这个就跑马拉松，您相信我，不管是速度还是耐力，就是能力问题。就像今天我跑，今天像后藤先生大概全程马拉松是3:20以内，但是他年龄比我大，可能得大十岁，对，就是他不是像我这种就是这么去练的，人家就是为了开心健康，能跑成这样很不错了，对吧？就是你会明显感觉到他在我后边的时候，听他的步伐喘息，他就是不是一个能力，这不是一个能力体现在哪儿呢？就是你平常练的多与少的事儿，和长距离有关系，但是你只要练得多，什么怎么练都可以，真心的。大多数人不用那么在意。我今年买伦敦也是2万2，那没事儿，不亏，合适。伦敦不错，伦敦去了以后就住在终点那周围，我当时住在那个 Mayfair，还是挺贵的区域，但是那时候也不是太贵。吃就建议您赛前吃，他们那儿有那个中东饮食的，就那种饭还不错，或者三明治还不错。赛前吃那个，就是去起点和去博览会有点辛苦，去博览会也是特远，去起点也是特远，然后那个地铁站会排队，会限流，人挤人的，而且到了起点要走很远。穿碳板，脚踝疼，那力量能力不够，慢慢练，慢慢适应。其实没有说多少能力才能穿碳板，多少能力都能穿。跑马时会给手表设置什么提醒吗？不会，完全不会，就跟平常训练一样。去年跑34分15后很顶是吧？就是您如果跑30公里感觉到顶，就说明这是您的极限了。对，240选手跑5分配跟玩儿似的，对我跑5分配就是没什么感觉，就是真心的没什么感觉，就感觉可以一直跑下去。我有时候跑步跑得短是因为烦了，就真的。为什么跟大家一起跑会好一点？时间过得快，皮肤衣有帽子跟没帽子有什么区别？下雨的时候有帽子好一些呀，是不是？现在跑25，4分11，最后还能冲一冲，对啊，能力提升了。您说以前每月跑量最多是
的时候，一个月多少？以前是多以前呢，就是我在跑到300、400、500公里这种，就是2019年底之前，我每个月不统计跑量，也就200多公里，最多200多公里。南京马拉松246跑完没啥感觉，了不起啊！真的就是马拉松这事儿练到一定程度以后，你跑完了就是没感觉，不管什么成绩。你看我在副中心跑244，在东京跑247，在波士顿挺艰难的了吧，对吧？跑完那个25256还抽筋了，但是跑完也没什么感觉，你不会觉得说我就跑不动了就累了，你就是觉得我能力不够，不能再快了。这就像跑100米一样，你没有人说跑完100米我就动不了了喘的，只是说我不能再快了。您练到这个程度，哎，您就怎么说呢？就算在拼成绩的路上入门了，就开始提高速度了。就像我说半马，您能冲起来了，您下次想我怎么能冲得再快一些？这是真心话，这个感觉特别美妙。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说的是，如果您不是小朋友或者老年人，正常成年人想练马拉松，如果您能练到这一步，这个感觉特别的美妙。啊，慢跑也穿碳板，最多就是那双索康尼，那是个尼龙版，那时候打折，有一次折扣特好，我买的。月跑量400加，同样跑量下，一周跑5休2还是跑6休1更科学？跑6休1更科学。感觉哪一站观众热情气氛最火爆？纽约和伦敦，纽约和伦敦最火爆，因为首先东京日本它就不是一个张扬的性格。跟大家讲个有意思的事儿，今年东京才允许观众喊。防疫的时候，他们就上一次东京马拉松是只允许鼓掌，不允许喊，戴不戴口罩都不允许喊，还特别有意思。但是东京声儿也挺大的，但是他们这儿有好几个特有名的 YouTuber 跑马拉松的，也喊得特别厉害。但是伦敦和纽约的那个喊声，甚至让我有点不适了，有点不舒服了，已经那个特别的厉害。跑比赛时手表一般显示哪几个数据？心率、配速。我跑比赛跟训练是一样的，手表上会显示配速、心率、公里数，还有到现在为止的平均配速，就是从我开始跑步到现在为止的，就起跑到现在为止，这个数比较有用。然后现在多一个功率，还有一个总时间就没有了。印象中大河原先生初跑时是大龄加大体重，有没有机会请大河原先生上一次直播，分享一次经历？直播可能不行，但是采访他一下可能行。48岁好像也是200来斤，因为他个儿高，开始的跑步。48岁的时候，今年他59岁，上次把他生日说错了，他是6月份生日，也就是说到明年6月就60了。大河原先生明天就跑神户马拉松了，给他加个油呗。没出过国参赛，哪个国家花费最少，气氛最好？那东京呗，东京肯定是最便宜的，因为机票便宜，氛围也挺好的。250到245一个冬训够吗？够，250到245不难。每月120公里半马可以吗？可以。一个较快的配速一直练会变成有氧吗？不会。冬训的强度课，如果您像我一样要成绩，最少3周2次，最少。明天比赛有什么需要准备的？您要是听我说话烦，心理压力大，为什么我有时候不选择周六下午直播呢？前2周就是第1周，因为第2天有比赛，我怕大家伙周六心情不好，又听我跟这儿说话。没什么要准备的了，今天好好早吃晚饭。4点多就把晚饭吃了，然后早睡觉，明天早起床。阿迪的 Pro 3和 Vaporfly 3哪个推荐？阿迪的我没穿过，但是 Vaporfly 3挺不错的。波士顿女子学院声最大吧？波士顿哪儿声都最大。说实话，我跑到那儿的时候都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，就是跑者们有比较特别的，就是过去击掌什么的。波士顿就是只要你赶上周围是小镇，就声就特别大。
但是那个气氛不一样。波士顿大多数时候还是相对荒凉的，纽约真的是声儿特别大，而且纽约整个它都是人都比较多，东京也是整个人都比较多，只有十几公里到20几公里那一段人会稍微少一点。大河原先生只练跑步吗？他好像跳绳儿，偶尔练力量吧，我具体没问。六大的市民啦啦队有国内这样的有特点的表演吗？没有，像咱们这种有赛会组织的或者政府组织的，都是随意的，都是那什么，就是要不然就是我是个小小的公益团体，要么我就是某个公司的或者周边饭店的，或者怎么着，没有组织的。看完直播冲个10公里进36，高手啊！啊，还是您，哈哈哈。上个月首马315，上周日256，明天定多少合适？那您这个精英啊，250，您跟大河原先生一样，明天试试250，3分58起跑，3分58的配速起跑，能再快的话就直接245了，不能再快250也稳住了，是不是？明年去新加坡学习，特别热，特别热。我老观念就是热带国家真的别太使劲搞这个运动，那真的不适合马拉松训练，而且现在生活成本也挺高的。我那时候在东海岸公园跑，直接从东海岸公园的也不能说最西边吧，就是偏西的地方，一直能跑到机场那儿。1年半没跑，先恢复练步频嘛。不用练步频，我今天其实本来想说跑姿这事儿了，后来跑完30公里特感慨，我就没说。我简单提两句，然后咱们明天说好吗？明天节目说，就跑姿这事儿啊，真的是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步频、步幅什么所谓的送不送宽，真的不要练，你也练不了，真的练不了。您让我在那儿摆拍做一个姿势，或者跑成专业那样，我也行。但是您不能拿那个姿势参赛，谁都行。只要您跑马拉松能跑到330以内的人，摆拍都不难看。有人指导您，比方说你先拍一条，给你看看，哎，你这儿差点那儿差点，你应该腰往前顶一顶，肚子收一收，身体前倾一下，摆臂的时候再幅度大一点等等，跟你一说，你摆拍个4、5条，最后一条肯定特别好看，真的特别好看。像我有时候拍那些家属给我拍的那个跑步的，那我都没有刻意过，就一条跑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就真心的，您不能拿那个姿势参赛的，就是十几秒钟那个小视频说那些我也能录，但是我真的觉得那不是看就能学会的，真的不是。跑步7、8公里老想小便，太冷了是这样的，没办法，太冷的时候比赛要控制赛前喝水。我这么坐着，有时候这个腰有点疼。咱们说到3:45啊，不是，你们的2:45，我这儿的3:45。今天早上那位香港来的观众特别腼腆，他在那儿看着我，就是我们跑来，他在有的右前方，我感觉他好像认识我，但是他没理我，他跑来跟后藤先生打了个招呼。我后来看我那视频是他跟后藤那儿指了一下我，然后我不知道，我就一直跑到了头，那时候距离结束还有1公里，之后他跟我说的，感谢您，不知道您在不在屏幕前。不做力量训练影响大吗？不大，真的不大，除非您是种力量特薄弱的。配子3的屏幕怎么样？跟2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从材质到表现到性能到甚至用的配件可能都是一样的。今年还有比赛吗？今年没比赛啦。哎呀，感觉好轻松啊！今年我努力的冬训加跑量，零下20度多穿点呗。我也零下20度跑过。Vaporfly 我一般都是1300公里就不穿了，但是1300公里之后也还挺新的，这可能跟体重也有关系。啥时候回国？明年跑完大阪半马回北京过春节，然后还得回来，就是1月28号跑完，可能
2月初，家属已经把票定了，我忘了具体几月几号了，反正在北京待个10来天。不过苹果手表新系统比之前好用吗？您要是都用第三方软件没有区别，好多那个功能我其实用不到。有 Pace 3的话，还需要买心率 B 大和 Pod 吗？是这样，您要是有条件买 Stride，但是确实比 Pod 贵3、4倍，差不多的话买 Pod 也完全没有问题。心率带呢，如果您是南方城市的小伙伴没必要，就算跑间歇也没有太大的必要。像北方城市的小伙伴到冬天还是买一个。我又提到这个镜头了。好，还有什么？平时做按摩吗？现在不做了。我刚跑到400公里一个月的时候，会3周会去按2次腿，1次半小时，就是普通的那种按摩，不是运动专业。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那么多所谓的什么拉抻店什么的，对不对？这边有好多，但是我没去过。就是有一次合练，有一个穿花裤衩的一个2小时20多的选手，就是和石原先生一并跑上去，不知道大家看没看那期？他是一个针灸师，就是在这边的，真的自己开店的针灸师，了不起哈。后来再也没见过他。这衣服是2018年柏林马拉松的衣服，在博览会买的。跑步的时候鞋带需要系得很紧吗？不要，正常就行，你不能把脚箍住，把脚箍住你足弓会疼的。下午好，下午好。现在买 Ultra 所有的电子产品都是买新不买旧，因为是这样，Apple Watch 这个东西从几代之前一直没有更新过芯片，这次的新的 Ultra 和 S9是 S9吧，我忘了，就是普通那款是新的芯片，这明显是换代的差距，很明显的速度差距。高驰的豆可以配 Apple Watch 吗？不可以。怎么报名回北京合练？到时候再说啊，到时候咱们发动态。石川先生多大年龄我不知道，大家查那个维基百科有他的词条。全马紧张，谁跑全马都紧张，小伙伴今天早点睡，什么都别想。我说什么都别想，其实也没用，肯定是难过的一天，加油干就行了。系个双节就行。那位小伙伴说，应该意思是鞋带有没有勒得特紧？我猜啊。Apple Watch 的记录可以反传回佳明吗？可以啊，就是都可以导出 Fit 文件的，都可以的。去过日本，这我不能说啊，没有。而且我可以跟大家透露一点，就是早上起来跑步早，新斋桥有那种站路边的，基本上不说这事儿了。Strava 上关注后藤先生了是吧？比赛停下来系鞋带这个不合适了，你就把鞋带系上以后，咱不打一蝴蝶结嘛？那蝴蝶翅膀的那两个，你再给它系一死结，然后呢，你把那鞋带就是蹬成一束，然后塞到某一个横着的鞋带下头，它就再也不会开了，相信我。1米70，160斤，需要减重啊，兄弟，你这都属于胖。我说难听点的话，都不是微胖身材了，真心的。想跑马拉松的话，1米70减到120吧。甜菜根对提高全马成绩有帮助，心理上有帮助。如果您在国内那东西很便宜，你就买点回来做红菜汤，红菜汤挺好吃的。比赛不吃早饭可以吃胶吗？不可以，太快了。比赛一定要吃早饭。所以我是这样，我比赛前大概，如果是我的目标赛事，比赛前大概2周我就开始吃完饭跑步去习惯。咱们今天主题跟大家聊聊这6场的事儿，有没有明年要参加这6场的小伙伴啊？有吗？
我目前体重110多斤，110出头。所有手表的那个最大摄氧量的数据都不用信。想买配子3，你买手表跟月跑量多少没有什么关系。对，跑步自己跑总是不能发挥出自己的全部能力。比赛是不是配速会比平时训练快一点？比赛是会快一点，但是，自己跑也能发。你看我以前一直是自己跑，这就是看看性格吧。啊，911便利店说明年东京不错，东京加油。问什么时候报名的小伙伴们就去他的官网看一下，就很清楚很清楚。东京已经结束了，就是你想报的话就得明年了，大概7、8月份的样子。东京基本上海外现在抽中的几率很低的，不用请1周的假呀。就是当然得看您是不是舍得，就是出来一趟不玩可能觉得不开心是吧？但现在年假不都是至少是5天吗？柏林也报名了，祝您能够中签儿。平时护肤吗？不，我从小就不抹油，我觉得油抹脸上特不舒服，我就特随意。东京等慈善吧，是的，这边我们好多跑团的小伙伴也没拿到名额，甚至有的慈善都没拿到名额，因为有的这海外马拉松是这样，官方的慈善通道就是那些慈善合作的组织，不是说你给他钱就100%能给你名额的，他也是排名游戏，你知道吗？给的多肯定可以，就是你给的少，可能给了也没有。想跑全马月跑量要多少？呃，其实这不好说。如果您能跑下一个30公里，就是您能在4个小时之内完成一个30公里，全马就肯定不会被关门。冬训同样心率比夏训配速慢，这个因人而异吧。我是到冬天会稍微快一点，大多数人可能到冬天会稍微快一点。没有推荐的缓解疲劳的药，给了慈善没拿到名额，慈善钱不退吧？不退啊，肯定不退啊。所以最靠谱的办法就是你找那种旅行社买名额，那个就是纯卖，就不是慈善的。就有那种一般马拉松是这样，有一种是慈善，有一种是旅行社卖那个旅行名额。买旅行社的那个可能会稍微好一点，但是那也有坏处，就是那个一般是名额加酒店，就是没有飞机，就是名额加酒店。那个的坏处是你要是想自己住，就会加钱加的比较多，否则你得跟别人合住。然后带家属的话也是单加钱。就我们其实给大家的建议是，跑国外的马拉松，多自己去探索。就是有的人说语言不行，但是你们想，我第一次跑东京的时候，那时候完全零基础的日文，他们这儿英文也不行，就是想办法，多想办法，多探索。这点是真的是捷径，这也能让你省不少的钱和时间，而且会开拓视野。就像今天我把皮肤仪丢了，我节目里我就说，为什么老跟大家说四处看看呢？就是哪儿都有好人，哪儿也都有坏人，哪儿都有富人，哪儿也都有穷人。就看得多了，人不慌张，不慌张就有信心。这是真的，不慌张就有信心，像马拉松一样。感谢感谢感谢。明年波士顿、柏林带一家子去，希望机票便宜，恭喜您！波士顿和柏林体验都不错。然后柏林的话，柏林城市里有挺好玩的，有一个博物馆岛，好多博物馆，那一天都逛不完。然后看看那个2战时候的那个纪念的那个纪念碑，然后还有那个东部画廊，就是特有名的2个人，就是拥抱接吻的那个。然后还有什么呢？看看柏林墙的遗址，对吧？想想这不过就是几十年前的世界。看看现在的那个勃兰登堡门，你跑过勃兰登堡门的时候，一定从中间那个门洞过。过之前呢，你远远的先看看摄影师在哪儿，
知道吧？然后那边的那个摄影师呢，一般是从下往上给你拍照，就是你的后边是勃兰登堡门，你会有一张这样的照片，一定摆好姿势，一定摆好姿势，一定摆好姿势。然后东京马拉松也是，你们看我那个东京马拉松的视频，我拍了那一段，就是我不是说一会儿右前方是东京塔嘛，对吧？那个时候你跑过东京塔的时候，你的左边有摄影师，他会给你用东京塔当背影，也是一个左下角斜45度的画面，一定要摆好姿势，一定要摆好姿势，一定要摆好姿势。东京马拉松的摄影师是举一个牌子的，画着一个照相机，远远能看见。柏林那个，祝各位好运，步行你在那儿溜达2圈都行，如果不为了成绩的话，真的特别好看。波士顿摄影师到后边多，他就在路边了，因为没有太过明显的建筑。然后就是，如果您的名字好拼、好念，您的城市好念，比方像我，李博北京，伯里北京好念，像芝加哥，我在芝加哥，在波士顿最后都被喊了，芝加哥也是那个 Congratulations to Bolli from Beijing China 也是这一句。波士顿也是这一句，就是他有现场有 DJ，他会看，他那儿就是他在到达终点之前大概200米左右有一个计时毯，你一看到脚底有计时毯了，注意听自己的名字，因为过完那计时毯，他那屏幕上就显示出来了，知道吗？你注意听，然后呢，你要是拍录像，我当时比较遗憾，因为太激动了，我没想这事儿。那个波士顿的时候，我说话声音比较大。对，是在大阪工作，因为不可抗力需要用跑步机，有啥建议吗？纯用跑步机是会影响马拉松成绩的，但是不可抗力嘛就不好说了。印象最深的六大是哪场？印象最深的六大是肯定最深的肯定是波士顿，这个毋庸置疑，因为可能不知道有没有新来的小伙伴。我是2020年跑无锡马拉松拿到的 BQ， 2小时56，那年的 BQ 是2小时57分多，就是我这个成绩段，我报上了名，交了钱，拿到了名额，拿到了参赛号，是要去2021年的波士顿马拉松，但是肯定是去不成的，那时候好难，那时候要在第三国停留14天，然后要各种的隔离，然后要很贵的费用。就是我去倒还好，第三国停留14天有便宜的地方，就回来就是我的心理不够强大，支撑我在那个情况下能够做这件事儿，不是钱的问题。之后波士顿因为新冠这个事情，它放宽了 BQ 的年限，也就是第2年我还可以用无锡的成绩去报名，我又报了名，又拿到了名额，又交了钱，而且我没退费。然后还是没去成。第3年呢，当时决定来这儿工作，其实可以不用我来的，就可以换别人来的。为什么这么决定呢？就是因为有一个东京，有一个波士顿等着我。如果我今年再不去波士顿，因为今年我不是 BQ 去的波士顿，是雅培的大满贯有这么一个规则，如果你是5等1，就成最后一场，不管是哪场，你可以参加一个抽签儿。然后他会送你，他会抽你最后这一场的名额，他会提前给你发邮件，不管你上哪一场。我是被抽中的，等于今年不是靠 BQ 去的，然后今年就去成了，就这么回事儿。这是最那什么的，最印象最深的。第2深的可能就是伦敦，因为伦敦我遇上了伦敦有史以来那个月最热的，就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那个月。就不是马拉松都，那天阳光明媚的大太阳，晒的30公里之后，路边全是倒下的人，就隔一段就有一个，隔一段就有一个，好像还有去世的人。那天我回来肩膀上退了1个月的皮，退了3层皮，差点跑不下来。我30来公里的时候，在马路上在赛道上走，给家属打电话，我说你别着急啊，下一个记录点我要很远很久，我得走过去了，跑不动了，还被拍到照片了，就是我最后赛后买的照片都还有那一张，特别有意思。那迪卡侬那件丢了，
今儿早上丢的，可能是那边住着几个流浪汉，可能他们给拿走了。今儿早上太冷了，那确实是你让这个西方人念我们的拼音是确实不好念。对，我跟工作人员说了3年了，3年了，第3次才去成，每年报名费就2000多块，全马20多公里，大腿前侧抽筋儿了，有解吗？没解，就是练得少，兄弟，所有的抽筋儿都是跑得少，没有不是说所谓的电解质流失就抽筋儿，或者是怎么样就抽筋儿，没有的，就是跑得少。马拉松就说半马拼毅力，全马拼能力，但是其实都是拼能力。下个月24号一场比赛，平时都是200多、300多的跑量，最近2个月跑量370，这个月应该是400多、500，赛前加跑量作用大嘛？我没试过，但是夏天的时候我在大阪城遇到过一对台湾来的夫妇，那位观众，呃，跑了也是2小时50多还是2小时40多，他就跟我说他赛前1个月加跑量是有效的。1米78，现在160，减到多少合适？这个我真的不好说。但是马拉松运动员基本上没有过120斤的。突然想起来，可能有直播。波士顿是最曲折的，对啊，因为正好赶上了这个时间，也有有钱人能去，就是有钱有闲的能去的。2022年我看了一个报道，就我第2次没去成那年，一位先生带着家里人，那时候还是要在第3国停留14天，去了迪拜玩了14天，又跳伞，又玩这又玩那，然后去跑波士顿，跑完以后在美国玩了1个多月、2个月，然后回来。但是回来那时候我还是做不到，就是一半是钱的原因，一半是，确实是我觉得我心里不够强大，我心里不够强大。波士顿前如果更好的成绩发邮件可以改出发区吗？可以的，大多数美国跟欧洲的比赛都可以的，甚至柏林马拉松在领号码布的时候都可以的，这点是比日本比中国国内的要人性化的多。但是那年北京半马，最后我参加的最后一次北京半马就是博览会的时候给我改的号，给我改到了 A， 也可以，就是没有官方的明确的通道。伦敦是最煎熬的，那年太热了，参赛带手机吗？不带。但是只有最近就是我进3以后破3以后才不带的。纽约302还是带了手机，因为纽约也是我自己去的，家属也不放心，我也不放心不带手机。五指袜舒适度提升很高嘛？是会有提升，是会有提升，但是你可能一开始不习惯。今天绕着故宫跑2圈，北京天气好极了。对的，北京秋天不刮风的时候真的是好极了，好极了，好极了。心率必带，冬天用，我觉得高驰那就挺好的。居然看到直播了，但是还有几分钟，我们就到45，还有7分钟。4到6度的比赛，您看我去年的北马的视频，也是竞速背心和短裤，最多把头跟手保好暖。1米74130，你哥老说你太瘦，得看干什么。就是我们生活着，其实就是一方面是活给自己，一方面是活给这个世界，看自己想要什么，对吧？我是建筑工地的工头，体力劳动占一半，训练和饮食上有什么建议？多吃，使劲吃呗。那没什么建议，这个很难。体力劳动者在练马拉松确实是很难的。佩斯3跟佳明的255接近，选哪个？如果您问我265不差钱的话，那就245，不那就265。您现在是245的用户，我觉得佩斯3跟255选的话，一半一半吧，看您喜欢哪个，看您喜欢哪个。从性能上来说，一半一半。但是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，我建议您要是想买佳明就买265。Stride 和苹果的手表现在推荐用什么？用它官方的那个。如果您是最新一代的话，把奖牌展示一下。第一次直播就展示过，看看这个，就东京的最小。东京这个家属说跟那个巧克力饼干似的，就那种金牌巧克力。我们小时候有吃那种做成金牌那种巧克力，外边包着一层金色的膜。这是东京，2016年东京，这不是最近这一次的。
然后这个是伦敦，伦敦这个在这桥上跑崩的，半马的时候。然后第一次世界纪录的柏林，2018。这边是3场美国的，呃，纽约、波士顿、芝加哥。他这个虚化老是会虚化掉。然后就是他了，这很快应该就变成7个了。然后就是他了，这很快就变成7个了。对吧？波士顿那个每年都一样，就是我觉得赛事也是这样，奖牌传承下来一个样子比较好。像纽约就每年都不一样，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意思。左右脚跑姿很不一样，需要调整吗？说实话，您可能也调整不了。对，肯定会啊。如果第7颗星有了的话，肯定会搞第7颗星啊。现在不知道是哪儿，但是我觉得成都有比较大的困难，就是我们现在好像外国人来中国住酒店还得只能住涉外的呢，就不是像我们出去玩随便订个酒店就能住。这个，这还是我们成为现在这个社会嘛发展的时间还不够长，还要再努力。而且签证这是个大事儿，真的，大家各位去跑马拉松比赛，出国参加比赛，是不是也是觉得签证挺麻烦的，对吧？但是他们来也得办签证，但是他们去悉尼几乎都不用签证，对吧？悉尼的问题现在我听小伙伴们说是完赛人数不够，就是它规模达不到。那开普敦那个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吧，实话实说。是直播都会上传，而且这个录像如果没有故障的话，会有现场的弹幕的。每次推荐佳明，为什么自己坚持用高驰？我没有每次推荐佳明，我是说，如果是265和配置3比，您不考虑钱，果断买265，它肯定是啊，它的价钱在那儿摆着呢，对吧？这实事求是的说嘛，对吧？您要是255就不好说了。对，现在确实，咱们实话实说，就是外国人来中国旅行是有难度的。还有3分钟，确实是还有难度的。嗯，月跑量不到。那个过境免签是这样，过境免签不能离开这城市。您说他们来一趟这么远，就像来日本玩的老外国人、西方人，都是东京，然后就是京阪神，就是京都、大阪、神户，还有奈良都转一圈。那些过境免签就是你在哪个城市落地，就只能在那个城市，而且是这样，过境免签是需要第三国机票的，就是我从澳大利亚来中国，澳大利亚人从澳大利亚去中国，不能凭返程机票落144个小时的，他得买一个从中国，比方从中国去美国的机票，表明我在这儿是转机，那才叫过境免签，兄弟，知道吧？是这么回事儿。开跑前补水可以选红牛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其实就变相是咖啡因，或者是那个什么，那个红牛里边那叫什么来着？忘了。快到点了啊！悉尼是不是已经能报名了？是，悉尼不抽签了，先到先得。还有早鸟价的，现在好像是210澳元，1000块钱，现在报就有名额。对，牛磺酸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在泰国喝过一次红牛，是劲儿比较大。还有1分钟啊，总结一下吧，就是我还是比较希望大家能和我现在最后一个啊，下周末和女朋友一起跑富士山首马，都是频道的忠实观众，求博哥给鼓励，鼓励您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和女朋友一起跑富士山，这是个很美好的回忆，很美好的回忆，了不起。而且您的女朋友也了不起，能够跑这种比赛。富士山我还没去过，我路过几次，去过一次香根，住在泸沽湖的边上，但是全程是阴天，并没有看见。反而是那天从东京回来看到了。差不多了，到点儿了，到点儿了，到点儿了，给您加油鼓励，不知道您还在不在？
最后我总结一下，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先从柏林或者东京开始打卡，如果有这想法的话。但是确实6场全拿下来不便宜，现在可能所有的成本，如果你要带家里人一起玩的话，我估计咱们实话实说，嗯，20-30万肯定是有的，肯定是有的，这也没办法。嗯没了，那咱们今天就差不多结束。也不一定打卡6场，这6大满贯就一定把6场都打卡完嘛，是吧？体验体验都没有问题。明儿见，明儿见。明天跟大家聊聊跑姿的事儿，因为我们这跑团大家也看了，各有各的姿势，是不是？感谢各位啊，今天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，受宠若惊。今天早晨碰到那位观众也是受宠若惊，因为大家知道，像我说话还是有明显北方口音的，香港观众，我们有台湾的观众，都是感谢大家了啊！南方的小伙伴们更是感谢大家。对，故宫2环见啊，咱明儿见，加油冬训，好吗？那这么着，拜拜。